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赵今麦的秘密世界藏着什么？光鲜背后也有不为人知的真实情绪。很多童星输的并不难看的是，观众永远记得他小时候，却不相信他长大后真能成为演员。赵今麦这条路偏偏就卡在这个地方。他8岁进组，起点不算传奇，甚至有点普通。家里人看他性格内向，想借表演练胆量，没想到孩子一路拍下去，从不能没有娘到巴啦啦小魔仙。林美琪那个名字成了很多人童年电视机里绕不开的记忆。这种记忆很值钱，也很危险，因为观众一旦用小时候那个谁认住你，后面你演得再认真，也容易像穿着旧校服去参加成年人的饭局。熟悉归熟悉，可信度总差半口气，很现实。赵今麦早年接连拍《小别理我》的体育老师少年派，演的多半是女儿、学生、少女角色，讨喜，路人缘稳，镜头里那种不悬浮的生活感，也确实让他比很多同龄演员更早拥有观众缘这东西。可问题也跟着来，演得越顺，标签越紧，国民闺女4个字像夸奖，也像一层封膜，把人包得严严实实。这事儿说白了就是，你被市场温柔地接住，同时也被市场悄悄定型。2019年《流浪地球来了》，那不是一部给童星舒舒服服过渡的戏，而是一部工业体系类型片，节奏、体力消耗和情绪承载都摆在台面上的硬项目。赵今麦演韩朵朵，穿着厚重防护服顶低温外景，戏份放进将近47亿票房的大盘里，当然不算一枝独秀。可对他个人履历来说，这一下很关键，因为他第一次真正站进国产头部商业片的坐标系里，别人在看他已经不能只说小魔仙那个女孩，搁谁不猛。一边拍这种量级的戏，一边还得顾中考，这种叙事很容易被包装成天赋少女轻松通关。说实话，看到这儿我是不信的，娱乐圈哪有那么多轻松？所谓兼顾，翻译过来常常就是别人休息的时候你还得往前赶，别人可以靠热搜续命的时候，你得靠时间硬扛。同一年，他进了福布斯中国30位30岁以下精英榜，名气抬一截，行业看他眼神也变。按惯常剧本，这时候最方便的路其实是趁热多接曝光，多做话题，把流量红利吃满。他没那么干。2020年，赵今麦考中央戏剧学院，表演专业全国第一。这个动作看着安静，实际挺有劲儿，因为一个从小拍戏已经有代表作和知名度的童星，愿意重新回到学院体系里，把经验拆开、重练、再组装。这里面藏着一种很少被大声讲出的判断，他知道观众的喜欢会变，平台的风口会换，只有表演这个手艺，别人拿不走。话糙理不糙，真正让他完成那次撕标签的，不是成绩单，也不是榜单，而是开端。时间循环这个设定，最怕演员只演重复，不演变化。可赵今麦眼里诗情，厉害地方恰恰在于同样的公交车，同样的爆炸倒计时，同样的人物关系里，他能把惊慌、怀疑、崩溃、麻木，再到咬牙往前顶的层次一点点推出来。观众看着像在同一个房间里反复进出，却每次都能发现墙上多了一道裂缝。你懂的都懂。她因此拿到华鼎奖最佳女主角提名，这个提名未必能直接定义什么，却像一张行业内部的通行证，至少说明一件事：
大家开始把他当成可以讨论表演的演员，而不再只拿童星长大了这种轻飘飘的话他。到这一步，他和很多同期演员的分野就慢慢出来。有的人忙着用综艺放大性格，有的人靠绯闻维持热度，有的人还困在旧角色回音里出不来。赵今麦这条线走得慢，甚至慢得不太像这个行业会鼓励的样子。可你把少年派里那个鲜活外放的林妙妙和开端里克制绷紧的李诗情放一起，再把流浪地球那种类型片适配能力加进来，你品，你细品，他其实已经悄悄把国民闺女换成了另一套更结实的配置。我想起以前采访过一个老导演，他挑年轻演员时有个土办法，不看热搜，先看对方能不能把一场最普通的吃饭戏演得像真吃饭，因为服的人连筷子都拿不稳。行业里很多爆红，后来回头问题都出在这儿，气氛有，姿势有，真实感没有。赵今麦身上让人放心的地方，也恰恰是这种不抢镜的真实感。后面的少年派2还有樱桃琥珀骄阳似我这些作品布局，能看出他还在继续往校园、现实、悬疑不同方向探，步子没迈得特别夸张，也没故意制造我转型了你们快看的声量。这操作我是真没看懂，后来再想，可能正因为他压根不急着证明自己已经成熟，所以反倒留出了成长空间。短跑容易，难的是跑得久还不乱。现在看00后女演员这波人，赵今麦手里已经攥着几样挺稀缺的东西：童星时代攒下的国民度，头部电影给的票房实际，爆款剧带来的演技讨论，还有学院训练提供的基本功，这几样拼在一块，意味着他不必把希望全压在某一次热搜或某一个营销节点上。可他真正的考题其实还没结束，从少女角色走向真正复杂的成年女性，从被观众说她演得自然，走到被更严苛地问她能不能扛住更深的命运感。这一步才决定他将来停在优秀00后，还是继续往更长线的实力派位置去。赵今麦最特别地方，可能从来不是他红得多快，而是他在一个人人都怕慢的圈子里，硬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慢变量。你觉得童星转型这条路上，赵今麦已经赢了吗？